市场的需求会快速的变化，你的竞争对手也会快速的成长。可能在你不知情的情况下，你的技术已经落后于别人，而且你的客户其实永远会期待有更好的服务体验。数位转型其实不仅仅只是一场行动，它是帮助你跟你的竞争对手竞争的一个关键。大部分的企业在数位转型的都是属于起步的阶段嘛，那就会从几个比较容易落地、成本比较低、那回报比较快、比较容易看到成效的项目开始做，再逐步进到比较进阶的优化。那第一个当然就是要从基础的工程开始，云端的这个资料夹的管理，就是要把你的资讯先放到云端。很多企业呢都会把很重要的资讯放在员工的电脑之中，那其实这是非常不容易协作，而且万一比如他电脑的硬碟坏掉了，你可能某一个客户的重要资讯就会因此再也找不到，所以你可能会丢失很多很关键重要的资料。现在当然越来越多企业其实很基本的一定会使用 Google 的这种 Workspace， 就是我有 Google Drive， 甚至我有 Dropbox， 我会把档案放在云端的工具来做协作，而且即便有人不慎把这个档案删除，也不用太担心，因为云端的资料备份都是有90天以上的。第二个就是数位行销的启动。那传统的行销方式，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说，其实是越来越没有用的啦。这种 cold calling、cold email， 其实很难真的实质的帮助你销售。但是呢，现在企业已经开始慢慢懂得使用一些简单的数位行销方法，比如说投放关键字广告，或者是投放 social media 的广告，来帮助企业可以获取更多一些订单的机会。那在进阶的部分开始可以有一些工具的导入，比如说导入 CRM 的工具，就是客户的管理工具。我个人认为，客户管理工具是公司非常重要的一个命脉、一个资产。因为当你的客户的资料其实非常的混乱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从里面去找到你的一些有价值的一些名单客户。导入了 CRM 以后呢，我就可以很快速的去找到先前这些客户在销售前、中、后我们跟他联系的这些记录，又或者是他们公司的规模有多大，我可以很快速的在 CRM 工具里面去得到这些资讯。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业务管理跟进的这种 pipeline 的流程的管理工具，这样的工具的导入可以确保我们的商机都可以顺利的去转化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呢，业务流程其实是对每一间企业都是非常重要的。大部分我们遇到的公司其实没有所谓的这种业务流程的工具，导致他们的业务在跟进客户是非常混乱的。可能我今天联系完以后，可能1个月以后我都没有跟客户联系，我也不知道我先前跟客户讲了什么。如果更糟的是，业务又离职以后，就没有人再知道这个客户先前发生过什么事，那这对客户的体验也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的。以我们公司为例子，开发票的混乱，我相信很多公司都有遇到，就是可能业务要兼财务又要兼行销的这样的一个多工的工作。以前我是企业主的时候，我也是，所以每次开发票都是由我来亲自操作。有一次呢，我记得就是我为了开一张发票，客户的公司名称跟他想要开发票的公司是不同的，但是呢，可能我们的窗口没有告知这件事，也没有确实的记录这件事，导致我发票开过去以后，过了1个月，他们要到会计报账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发票开错了，那退回来重开，可能3天5天，然后到我下一张开发票出去的时候，他的付款已经大概延迟了2个月，因为款项非常的大，所以导致我当时的现金流其实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差一点公司就经营不下去。那这是我当时决定要把所有的发票流程，甚至于我们现在已经导入云端发票了，我想要所有的记录都是随时可以查找，而且我也不需要再用手动的方式去开发票，而且寄送发票，因为寄信总是会有常常寄丢的状态。那第二个就是主机的数位转型。台湾呢，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公司，我相信很多网站公司其实他们都会有一台主机 server 在自己家里。比如说以前我们是网站建制公司起家的，我们也会有一台超级大的主机，而且必须要24小时不断电，必须要有专门的人来管理这个主机。那其中可能一台主机的硬碟坏掉，我们就要花时间去查找，所以其实它是非常耗时跟耗力的。然后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也慢慢不做了，因为我们发现其实把你的主机部署在亚马逊的云端主机会是更好的选择。那我就不需要再另外害一个每个月可能6、7万的网管人员，24小时去监控我们的主机，你也不用去担心是不是硬碟会满了啊，然后我们公司的被攻击啊，或者是内部收不到我们公司的这些邮件，这些我们就不需要再担心了。第三个就是CRM 的数位转型。那一开始我们公司也没有导入这种 CRM 的客户管理系统，那可能我们也是用 email 或者是甚至好一点有 Excel 啦。那以前早期就是在 email 里面查找这个客户，然后一封一封去看。所以呢，其实我们可能在一开始客户不多的
情况下，这样还是可以勉强应付。那当我们公司的客户增长到可能20-30个以后，我们就发现就是常常找不到客户的资料，原本要跟进的客户就是漏掉他，忘记跟进，导致我们就错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销售机会。后来我就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导入了一套 CRM 的工具。从此以后呢，我的公司的员工甚至我自己，如果我想要很快速的找到100万以上的，比如说什么样的客户，产业别的客户，我可以从我的系统内在很短的时间就找到这样的一个客户，然后并且呢，我可以想办法去 upsell 他或 cross sell 他。当我导入这样 CRM 对我们公司来讲的团队，我觉得整体的这些重复性的工作的时间其实减少了非常多，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蛮混乱的人，所以我需要靠工具来帮助我把这些流程都可以自动化。通过数位转型这个议题的敲门砖，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你的企业需要转型。当你如果用传统的方式在经营你的公司，你可能会导致你的很多的人力成本跟很多资源的浪费。比如说，你必须要一直成功，必须要很依靠某一些人，这些东西都可以把它变成数位化，对你的内部的这些资源就会节省非常多。那接下来呢，我会进一步的探讨数位转型，就是我们常常在文章上面看到的这个3大阶段跟2大关键，一步一步了解数位转型到底要怎么做。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数位转型跟数位行销的知识，欢迎到我们哈巴博的部落格，我们里面有非常多详细的文章，我们会把资讯放在下方的资讯栏。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你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影片。我是以望，我们下次见。